今日，中国微博就传出了在8月1日起呢，暂停申请及派发大陆居民到台湾的这个自由通行证。所以呢，就有朋友希望我聊一下这个课题。其实多达47个来自台湾自由行的这个省市呢，都将暂停派发这个签证呢，让大陆的朋友呢到台湾去旅游。而这个课题呢，也引起了民众的这个争议。很多人呢都胡乱猜测，这到底是谁？中国政府背后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聊一下。Hello， 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8月3日，这里是小马识途。不是老马糊涂，小马每天和你聊一则你感兴趣的时事新闻。新朋友的话，记得按订阅和旁边的小铃铛。我们知道，台湾在2008年开始开放大陆人到台湾观光，而在2011年6月份就开放了这个自由行。但是呢，在蔡英文政府上台了过后，就展开了一系列缩限观光客到台湾的政策，所以导致到这几年来了，台湾的大陆游客人数是下降了。当然，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些数据。到台湾的大陆游客呢，在2015年的时候大概有418万，在2018年的时候是掉到了270万的。其实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大陆客到台湾的人数是逐渐回温，达到了167万左右，较18年呢同期是涨了30%。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根据台湾交通部的资料，中国旅客依然是到台湾旅客的第一大来源，接下来就是日本和港澳的这个人士。不过呢，在另外一方面，虽然中国到台湾的人数逐渐在减少，可是幸运的是，台湾的观光人数还是持续成长的，在2016年的1069万呢，成长至2018年的1106万人次。所以呢，今天小马想和大家聊一下，由这个中国大陆文化和旅游部官网在近日就宣布，在8月1日开始呢，暂停47个城市大陆居民赴台的这个个人的这个签证。所以说，中国游客到台湾呢，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呢，会更加减少。可是呢，这个港独艺人杜文泽就在他脸书上留言大赞很好，我们鼓励大家呢一起走楼去台湾呢，去台湾旅行啦，吃卤肉饭的凉面等等的美食。而在这样的怂恿之下呢，杜文泽的贴文下面的留言都是台湾发大财啦，去台湾不会遇到中国人等等这一些偏激的这些言论。所以小马认为呢，就像昨天我所说的，杜文泽是狗改不了吃屎。当然我不想聊这个事情，也是趁机和大家温故知新，昨天我们聊这个课题啦。在这个新闻过后呢，其实随后这个没有拒发签证的这个事情呢，就被中国大陆海峡两岸旅游协会证实了。他的说法呢是，鉴于当前两岸的关系呢，就决定暂停了这个个人签证的这个事宜。当然，小马发现呢，目前呢是国台办呢还未对此事做出任何的回应。所以呢，现在的总结是，如果今天你是来自中国大陆，你想到台湾去玩，只能通过以下的几种方法，包括商务签、医美签，又或者是你是海外的大陆人士，如果你要到台湾的话，就不受这个约束。现阶段到台湾观光，你只能根据这个团体的这个旅游模式去啊。所以对于这一个政策呢，其实是小马认为很多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可是小马的看法是，如果你有翻查过往的记录啊，其实往往在台湾选举年的时候呢，中方呢都会有这样限制的举动。我认为呢，大家不要太过小题大做。当然，你可以解读为是2020大选前中国政府想要对台的这政策上的一些改变。况且呢，其实已经有很多次的记录显示呢，中国大陆并非首次限制这个自由行的这一个旅客，所以无论下一任总统的执政者是谁这个中国大陆的当局呢都会使用这样的策略的。
我认为呢是不需要有太大的猜测。然后我也看到呢，台湾近年来其实是积极开发多方的这个市场了，特别是蔡英文政府上台过后，它简化了很多国家，比如说俄国啊、黑山啊、南太平洋岛国、东南亚国家等等，试图吸引更多的世界各地的游客。但这样的做法是否有效呢？小马要在这里打一个问号。虽然刚才我有公报一些数据，它人数是增加了，可是这样有能够帮助到台湾的经济吗？我认为呢是有待观察的，因为你所花费的比你吸引的要用更多的钱。就好像蔡英文政府推动了这个新南向的政策，是要吸引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国民呢到台湾去旅游，甚至呢他也尝试要推动这个台湾的这个清真的旅游啊。可是小马看来呢成效是不大的。之前小马家乡的市政府的官员呢受到台湾政府的旅游局的邀请呢到台湾呢是进行试探的这个清真的旅游，希望通过马来西亚这个以穆斯林为多的这个国家呢这个清真旅游的口碑呢是发展到其他的穆斯林游客的市场，包括沙特阿拉伯啊那些穆斯林居多的游客来去。可是呢小马本身呢就是到过2次台湾，小马认为呢你要打这个清真市场呢其实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个台湾很多的美食呢很多方面都有很多的限制，包括有一些猪肉的啦，他们就是各方面呢是不适合的。所以小马认为呢蔡英文在没有办法之下推动这个新南向政策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当然除了经济的这个层面，其实看到这里很多人不禁要问了，小马有没有这么简单啊？事出必有原因啊，为什么中国那么突然就取消了这个赴台的自由行签证啊？我认为呢是由中国开始借由这个观光来干预大选啊，这个是看来中国真的是没招了，是这个大选逼近了啊，导致到呢是很多的问题了，所以呢大家都在众说纷纭。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各位观众你们的看法又是如何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当然也有可能小马的观众里面有很多有阴谋论的这些因子，或者你有这个独特的看法的，欢迎你给我们你的看法。但是呢我们看到无可否认是蔡英文当局在他上任以来呢是不断强化对抗大陆的姿态的，积极呢充当这个美国打压中国大陆的这个筹码，其实正在破坏着两岸各种交流沟通的这一个方式。所以如果两岸的合作关系出现倒退呢，其实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蔡英文政府呢是不愿意和中国政府来进行这个积极的沟通，所以在台当局呢需要负上很大的一个责任。所以在另外一方面，如果大陆方面主动采取撤回或降低某一些合作项目的决定呢，一定有它的考量和它的目的。可是小马希望呢，中国大陆也好，台方也好，你们要积极维护两岸人民的这个根本利益呢，才是最重要啊。所以我认为呢，这个蔡英文政府呢，必须要通过一个正常的管道，更多和中国大陆沟通。而现在很多采取一些非常不好的手段的，恰恰就是民进党政府，包括之前我们所讲的60名香港示威者赴台寻求这个示威，其实蔡英文政府正在包庇这些暴徒。所以我认为呢，蔡英文政府这样一味的做下去呢，其实呢是让两岸的关系会越来越差，甚至呢会到没有弯转的这一个地步啊。希望台湾政府能够悬崖勒马，也希望在接下来2020总统大选台湾的朋友们呢能够做出这一个明智的决定，能够避免两岸关系进一步的恶化。因为当两岸关系恶化的时候，对两岸的人民都不会有好的结果。我也希望再次呼吁这个蔡英文政府要正视来自台湾不同的声音。你说你是这个民主国家，为什么黄智贤的这个叶问打拳的这个节目会被打压？当然也告诉大家好消息，在这一个月开始，叶问打拳会重新改名为叶问，在油管上正式播出。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智神姐，希望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度能有不一样的声音，包括小马也一样。所以我认为，如果蔡英文政府为了赢取这个连任2020的这个总统和立委的这个选战典当了这个人民的利益，只为了捞取自己的政治选票和廉价宣传的话，这是非常的可悲的。我希望所有的这些选民你好好的看清楚，有意要当政治人物的，请深思什么对台湾人民才是最好的。
然后除了这件事，今天我也想带出另外一个信息。我们今天的语录是：地球不需要人类，但我们人类离不开地球，请爱护大自然。因为小马的家就是近日发生在马来西亚，有一头大象就误闯这个高速公路呢，就遭这个卡车撞毙了。而这也是最新一个这个濒临绝种的亚洲象，因为栖息地遭遇破坏，导致到送命的这个案例。然后除了大象，其实在马来西亚今年还有许多珍奇的动物。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马来西亚老虎。你要知道，在刚刚过去不久的7月29日，就是世界1年1度的世界老虎日。而这个马来亚虎除了出现在我们国徽之上，也是国家非常重要的象征之一。可是呢，很可惜，在全马来西亚现在只剩下不到200只的这个马来西亚老虎，所以小马非常的担心，因为随着人类对于这个农作物的种植和这个栖息地越来越扩大，导致到小动物、大动物们的家园受到破坏。根据统计，单单在2013年到2018年，在马来西亚就有2000多只的野生动物在马来西亚的这个道路上被撞死，无论是这个马来貘，无论是这个鼠鹿，还有很多动物呢都在车上被撞死，牛啦、蟒蛇啦很多。所以我非常担心，如果我们还是因为人类自己的贪婪，没有好好的保护这一个地球，虽然这一些动物先后离我们而去而灭亡，那么呢，接下来就会轮到人类自己了，就好像过往的恐龙一样。所以我呼吁大家呢，要爱护大自然，爱护地球，你我有责。我们要留什么给我们的下一代，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来到视频的最后，我呼吁各位朋友，从身边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比如说不乱丢垃圾啦，拒绝购买野生动物的制品啊，不要用塑料等等，为环保奉献自己的一点点的生命力。只要我们每个人能对环境献出一点点的贡献，小马相信我们的环境未来一定会变得更美好，我们一定能留一个更好的环境给我们的下一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